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即将发生的这件事情会改变你的现状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哦，验证一下这是不是你们的能量哦。Conflict， 好，这一张牌是冲突哦。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最大的课题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哦。最近啊，我觉得你们好像特别的容易对某些事情感到不耐烦哦。就是以前觉得可以接受的、可以忍耐的，但是现在开始觉得受不了，或是以前愿意配合的一些人事物，而现在你都觉得我不想要再配合了。而且这种感觉它是会一只一只出现的，它很像是在提醒你说，有一些东西已经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思考工作上的去或者是留，有些你可能正在重新检视一段关系哦，也有些人你开始在看目前的自己的一个财务的状况，或者是一些退休的规划，你可能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你不能够再用过去处理事情的方式来面对现在的生活。那我还感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最近特别容易想很多，比如说你一旦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很多的念头就会开始冒出来。也许在白天在上班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有这个空闲的时候，脑子好像都在想事情，有的时候在想未来，有的时候在想过去，有的时候就是在想心里卡着的那件事情哦。那同时啊，大家看一下这张牌，
有2朵戴着眼睛的花朵，它们好像在纠缠，它们在拉扯，四周呢还有一些逆流的这个星星哦，所以其实你们的内心啊，好像有2股力量再去往不同的这个方向拉扯，在看着不同的方向哦。比如说你心里有一个很想要尝试的新计划，但是因为现实的考量，收入啊、时间啊等等的，另外一方面这个考量又像藤蔓一样拉住你，让你不敢轻举妄动，或者是说感情跟理智的一些拉扯，在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个环境中，你的理智清楚的告诉你说该停损了，该划清界限了，但是你的感情、你的习惯却让你还是觉得依依不舍，就是不断的在纠结。那这样子的冲突、焦虑跟不舒服，其实呢也是在帮助大家去震碎一些东西哦。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不舒服，如果是一直很平静的状态，你可能就会永远的待在这个舒适圈，去忍受这些小小的不快乐。可是这个不快乐到了一个临界点，激起了内心巨大的冲突，让你不得不去正视这些问题哦。所以这张牌出现在这个主题啊，我觉得宇宙是想告诉你们说，所有现在的混乱都是秩序重组的一个前兆，还有那些拉扯你的力量啊，其实也正在逼大家长出勇气去剪掉一些烂桃花，或是隔离一些不好的人事物，或是一些需要排除的旧有的思维模式。好，再来看一下平衡哦。好，前一张牌在讲说大家有一种悬而未决，然后疲惫内耗的状态。这一张平衡啊，会觉得其实是上一张牌的延伸哦。你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需要同时应付各种事情哦，就是这种生活比较不像是岁月静好的一个平衡跟平静，而是你一边在处理可能工作上的事，一边要照顾家庭，或是一边在追求梦想，一边要兼顾现实的经济的压力。虽然你在外好像运行的很沉稳很可靠，但其实你知道你这种平衡啊，其实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哦。就是如果生活中多一个突发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事情突然的被改变了，你觉得自己或是整个系统随时都可能会崩溃。这组的朋友，你可能最近常常感觉到一种慢性的疲劳，那是因为你的大脑、你的神经系统可能一直都处在一个高度运作的一个状态哦。那你要顾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自己的情绪、家庭、工作等等的，还有可能你身边的家人、你的孩子等等，你每一天都在小心翼翼的看着这么多的石头哦，他们看起来摇摇欲坠，但其实又很奇妙的稳稳的平衡着。所以呢，其实你们比自己想象的就是更加的有能力，但你心里好像常常会担心说会不会哪里出事情，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应付呢？可能有些朋友是有钱的压力，可能有些朋友是你跟家人之间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担心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那听到这边呢，不要先觉得自己很可怜或是很辛苦，反过来看啊，你会抽到这张牌，代表说其实你已经具备了承接好事的能力哦。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学会了拿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一直都在练习这件事情，练习拿捏时间怎么分配，金钱怎么运用，人际关系怎么维持，或者是自己的情绪要怎么安放，这些其实都是功课，都需要花时间去调整。很多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要怎么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那我看见这张牌出现，其实也代表着你们慢慢的在找到自己的节奏，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
但是渐渐的，好像事情开始有了眉目，好像方向慢慢清楚了，或是原本你卡关的一些问题，突然会出现一些线索跟方法。好，那这2张牌啊，是第一组朋友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符合你们的话，就赶快继续听下去哦，改变人生的好事情要发生了。好，我们第一张牌很厉害哦，这张牌是权杖公主，它是一个探索的能量哦。首先呢，改变现况的好事，我觉得会从内而外发生哦。你们内在有一股渴望，有一股冲动的这个火焰在燃烧哦。我们看到牌面中这个权杖公主啊，她手中握着一根很厚实的这个权杖哦，独自的看着远方的红色的这个山峦，还有远方的这个海景哦。这张牌啊，它其实是充满冒险的一个能量哦。那出现在我们主牌阵的第一张牌，代表说这件好事啊，它会以一种全新的机会，或是视野，或是一个全新的灵感这种形式降临到你的生活中。比如说呢，你可能最近会对某一个新的领域产生很大的兴趣，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你可以去尝试没有尝试过的全新的跑道。那你们内心其实也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哦，你会找回失落已久的生命力。它可能是你突然很想要去上一门课，或是突然有一个新的点子，或是一个全新的身份的转变，或是有些朋友会计划我想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度进行深度旅行哦。我觉得你们就像权杖公主一样，眼神啊重新闪烁着对未来的好奇跟光芒。那另外啊，这张牌有一个细节哦，就是它其实是背对我们的权杖公主，我们看不到她的表情，只看到她好像要往一个前方，往一个她的梦想跟目标走去。所以这个细节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权杖公主她是一直频频回头看我们，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它会变成说权杖公主在等别人去点头，在等别人给她一个认可。但这张牌没有，它就是下定决心往前走了，头也不回的往前走了，因为他相信我可以处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山在前方，水在前方。虽然我内心有一点不确定，虽然我拄着一根比我自己还要高的权杖，但是我不怕，我就这样出发了。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现在就是要迎来这样子的能量了，你们内在有一个很鲜活的东西在动，好像现在的位置已经装不下自己了。这个呢，有一点像是紫微斗数里面你的迁移宫被触动了，那你的迁移宫在替你松动脚下的土。有一句话叫做上善若水，就是水它从来不会问前面有没有路，遇到山呢我就绕过去，遇到石头我也绕过去，反正我自己会找到出口。这张牌说的就是这种态度，我们并不需要先知道前方的每一步路才出发，其实走着走着路就会自己浮现。所以呢，这是所有好事发生的起点哦。这个起点它可能是很安静的，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就跨出去了这一步，这一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哇，这张牌有一点久旱逢甘霖的一种情感的能量哦。这张牌其实很简单哦，一个圣杯倒映在水面上，仔细看上面跟下面几乎一样哦。好，这个真的圣杯跟倒影的圣杯几乎是一样哦，这种对称的感觉在说，其实你心里感觉到的跟外面真实发生的要显化的，这一次终于对上了。也就是说，外在的事情会回应你脑海中所想象的那个美好的画面，精准的回应你。那如果你一直在感情中有所期待的话，其实这张牌它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连接哦。一个人需要被另外一个人真正的看见，被另外一个人准确的回应，才会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着。
而不是被需要、被利用，或是很草率的陪伴。这张牌画着的就是那个被爱连结发生的瞬间哦。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你们会被好好的看见，会被好好的爱，没有附加条件的爱。这个可能是来自于外在的爱，也有可能是你们对你自己终于不再那么的苛刻，不再每一次做错事或是说错话都会先在内心里面检讨苛责自己一遍。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你说错做错，但是别人的一个眼神可能就会让你去想说，是不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这些能量啊，它是一种恩典，它是一种恰好的来临，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缘分。这个缘分呢，并不是努力就能够强求，而是条件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哦。我看见这张牌要帮大家达到的是内心的平静跟满足，你会有一种心里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哦。很多人常常会觉得，我要把外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我才有资格对自己温柔，才有资格放松哦。但是这张牌想要说的是，我们要先给我们自己温柔，我们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而接下来呢，在现实的层面上，它也连接到一段高能量、充满滋养的新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会注入大家的生活，这个新关系可能是在精神上能够跟大家深度共鸣的灵魂伴侣，或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拉大家一把的一个贵人，或者是你会找到你的这种知心好友，或者说在跟旧有的朋友连结的时候感觉到爱，感觉到温暖。那更深层的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能量流动中回过头来爱自己，我们会抱抱那个委屈了很久的内在小孩，你会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的流动。当你内在的爱丰盈了，其实你对外你自然而然的会去连接到愿意对你温柔的人。好，这个是第二张牌哦。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宝剑二决定这张牌。好，宝剑二我们看到一个人哦，他正在水里举着2把剑，然后水其实已经淹到他的腰了。哇，这2把剑它的长度一样，角度也是对称的，谁也没有压过谁。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只是呢你可能还在等一个临门一脚的机会，或是还在等一个时机，真正的去做出那个决定。这一次靠近大家的好事会是什么样子呢？它有点像是你松手之后，原本觉得很困难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这一次改变大家现况的好事其实就跟你下定决心有关哦。你下定决心之后有一些没有进展的事情会开始有了转机，比如说你心里反复权衡的某一个计划，大家终于踏出了第一步，那后面的拼图它其实会一块接一块的接上。那另外你看水淹到他的腰，水在塔罗里面代表情绪，水位这么高，代表其实你们心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感受，你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反复的在权衡。但最终我们会放下其中一把剑，选定一个方向，那所有的好运才会开始启动。所以这张牌它是决定，而不是等待。那时候到了，我们就要前进；时候到了，就应该停；时机到了，我们就顺着时机走，不要再犹豫了。这一组朋友可能你们过去有经历许多的一个卡顿，就是旧的运势还没有退场，还在被旧的运势所影响，但好像新的大运又还没有接收到，有一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
但这个卡顿啊，这个时间它只是一个过渡期，它不会永远卡在那边，它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期的样貌。而改变之后呢，大家下定决心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事情会开始顺着一个方向自己往前走。当然你们不用每天醒来都要重新天人交战一番，那一种长期悬在心里烦恼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重量会先放下。所以呢，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要诚实的面对，有些事情其实你是可以下决定的，那个允许就是你要自己去点头，这个允许啊，也是好事发生的起点哦。宇宙即将给大家绝对的清醒跟果断的一个决策力。好，如果说大家前面啊，每天都卡在这个理智跟情感之间的自我内耗啊，接下来啊，我们在宝剑二，其实它是一个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转折点哦。大家你们不会像以前那样，可能又想要安稳的现况，又想要追求自由，你们会结束某一种永无止境的纠结，你们会选定一个方向往前走，你会做出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这个决定啊，可能是勇敢的向长久以来绑架你的这种传统的观念或者这种情绪勒索做出切割。当大家勇敢的下这个决定，不再逃避的那一刻，其实困住你们的藤蔓瞬间就会被斩断，所有卡住的能量也会彻底的流动哦。好，权杖六出现了。当大家做出决定之后啊，我们迎来了一个很辉煌的蜕变。我们看到权杖六穿着这个暗红色玫瑰礼服的一个公主哦，她的气势就是我不怕，这个双手叉腰，眼神无比坚定的站在这里哦。那身后的两排树啊，很像是护卫一样在保护她。这张牌呢，代表凯旋归来哦。这一张牌啊，它是一个完美的实质性的显化，也就是说大家前面做的调整，做的这个断舍离，会直接的带领大家走向个人成就或是事业或是一个影响力发挥的巅峰，所以它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成功哦。我们过去经历了混乱，我们过去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好像失调失衡哦，但我们仍然默默的耕耘，在别人不看好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持续的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一个大丰收的转折点。有些朋友这可能是期待很久的升迁，或是转职面试顺利的录取，或是一场重要考试得到了亮眼的成绩哦。有可能是你的这个事业、你的品牌啊，突然获得了爆炸性的一个认可。过去曾经质疑你、曾经看轻你，或是在背后议论你的人啊，接下来他们其实都有一种不得不对你刮目相看，或者不得不反过头来跟你请教，或是有些朋友你也会引来一些在暗地里有点像是嫉妒你的能量，因为你们已经太成功了，你们已经成功的突破重围了，你们已经换上最耀眼的礼服，走到这个聚光灯下，我看见你会拿回原本就属于你的荣耀、掌声跟自信。而且这一张牌有一个乘风破浪的气势，也就是说大家这个好事，这个改变现况的契机降临的时候，它的能量会是非常巨大而且非常迅速的。当大家做出决定迈向成功之后，你们的生活节奏会瞬间变得很急很快，各种的机会邀约啊，或是这种转折啊，好消息排山倒海的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因为这张牌的关键字就是要抓住机会，抓住机遇。宇宙要提醒大家，我们绝对要去抓住改变命运的大浪，我们不要试图的用旧有的保守思维去对抗它，或者是因为害羞、因为没有自信而退缩。大家要做的就是借力使力，顺风的去翻盘哦，因为大家宇宙要给你们丰富的荣耀送到你们的手边，你们要去接收。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场啊，会转换从一个
内耗纠结的状态变成一种，甚至有一种充满自信、唯我独尊的能量。很多的时候啊，内在跟外在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当你有了那么多外在的丰厚的一个，比如说物质上的顶峰啊、金钱啊，或是某一些地位、影响力之后，其实你就更加的有底气，整个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呈现出来的气场跟排场也会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后2张结尾的这个提醒牌跟祝福的能量哦。好，这张牌啊，讲的是宇宙要给大家一个外来的机会，这个机会它是怎么说？时间是有限的，大家要抓紧这个时间哦。这个机会是会主动出现在你面前的，然后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决定。它可能是有人会找你合作，然后提出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条件，可能是你关注很久的东西，一个机会，一个职位，一个资源，突然有了空缺，你可以去申请，或是轮到你了。也许是市场上、生活当中某一个时机点，正好跟你准备好的状态对上了，也就是说你们会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你的能力恰好对上眼前这个要去挑战的难度，就是你的能力恰好可以去接住这样子的挑战，同时你破关了之后，就是你解决这个挑战之后啊，你就会拥有巨大的收获。那在解决这个挑战的过程中，你会进入到一个高度专注的状态，就像是这个画面一样。我觉得这张牌排在权杖6之后，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大家你们能够站在这波浪上，是因为你们前面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浪才卷上来。而且正是因为你们的能力足够，你才能够真正接得住，不会被浪打翻。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趁势而为哦。我们确认时机已经出现之后呢，然后顺着它的力量往前走，改变之后呢，你们的生活会出现一种明显的加速度哦，就是原本可能你觉得要花很长很久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的高度目标，才能够拿到的东西，因为这一次抓住了机会，提前的到来了。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提前的完成退休的目标。好，我们最后一张牌结尾牌它是狮子鱼哦。哇，这一张牌的画面很漂亮哦。我们进入到深邃的海底，有一只这个线条很华丽的这个红白相间的这个狮子鱼啊，在海底游泳哦。好，狮子鱼呢，它很美丽，但它其实有剧毒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其实这张牌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哦，提醒我们当大家成功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到你的身边，甚至会有一些人他是不怀好意的，想要来诈骗你们。所以这个提醒是，当我们承接到了前面的这个权杖6的荣耀，还有圣杯1的丰盛，我们变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优秀，越来越耀眼的时候，你们的能量会变得无比的，对别人来说是这个很美味，身边就会引来一些想要赠你的人，想要跟你分一杯羹的人，或是想要依赖你光芒的人，或是试图用道德跟情感绑架你的人。这张牌它是一个潜在威胁的提醒哦。宇宙想要跟大家说，你可以温柔，但是你的温柔必须有锋芒；你可以善良，但是你的善良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康的界限上。就像这只狮子鱼一样，你可以大方的去展现你的财富跟才华，就像权杖6穿着华丽的礼服出场，但同时你必须竖起你身后的这个刺，对于那些消耗你或者向你所求无度的人，勇敢的说不。我们要优雅坚定守护好自己的一个能量边界，我们不要让外人随意的去践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守护住宇宙送给大家这个能够改变现况的一个巨大的福报。所以最后一张牌就是宇宙送给大家的一个守成的一个小锦囊哦。它提醒我们说，当好事来临的时候，当我们人生整个翻盘之后，才不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物给
吸血，能量上的吸血鬼，或是被他们拖垮。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当我们变得闪闪发光之后，身边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人，他们的意图不是很单纯哦，表面上是来祝福你，寻求合作，但其实他只想要来分一杯羹，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处理。还有你的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听起来很诱人，回报率极高的这种提议，或是有人会突然对你献殷勤。但是呢，大家你都要小心哦，有的时候魔鬼藏在细节里，要去看一看这些合约跟条款我们要如果特别是在法律文件上要签约的话，特别的我们要看清楚，还有在情感上无视对你献殷勤的人，这个也要特别去留意。那第3点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态哦。过去因为我们卡在内耗跟失衡里面太久了，现在呢我们有一种人生上升的逆袭感，我们会很容易在这种感动跟兴奋之下不小心就有点像是好大喜功，或是讲太多不该讲的事情，或是把自己所有的这种资讯跟底线都透露出去，这个也是要留意的。那另外我觉得紫微斗数里面的七杀跟廉贞这2颗星其实完美诠释了最后一张牌先说七杀星，七杀星在个性上代表冲动决断，不拖泥带水，就有点像是大家在权杖6展现出来的一个强大的气场。那七杀的另外一面呢，它其实带着一种不容妥协的锐利，也就是说七杀它其实不擅长拐弯抹角，也不擅长细细的去照顾对方的这种细微的情绪靠近七杀的人或事，代表说机会很大，力道很大，但我们要承的就相对要承受的这个波动起伏跟代价其实也不小。在命书上我们常说七杀是主孤独的孤，主险峻的险，并不是说这颗星不好，而是提醒我们说其实这种吸引力天生是带着这种刀刃的，有点像在刀尖上填写。那廉贞星呢，我觉得也很贴近这张狮子鱼想要表达的精髓廉贞是桃花星里面非常独特的存在它这种桃花并不是这种小鸟依人柔柔软软的类型，而是带着一种神秘感，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就也很像是这张牌呈现的能量它想要让人家一探究竟，看一看这个致命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魅力底下，它其实常常藏着一种让人家好像会深陷其中很难抽身的力量它其实也并不是故意要囚禁谁，而是它天生的这种吸引力结构力就是如此。所以呢，这边其实我觉得有2个能量，第一个就是大家强大之后，你们本身存在着一个很吸引人的特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危险，也就是说有一些戏剧化的这种充满张力的事情可能会浮现。第一个就是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本身真的值得你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冷静的观察。这张牌并不是要让你去拒绝所有让你觉得心动美好的事情而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本身这个分辨力必须随着我们的吸引力一起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会呈现出一种带刺的美，就像权杖6它后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树就像护卫一样在保护它。我觉得你们本身这个能量这个吸引力它并不是一定说是很危险的，而是你自己心里清不清楚自己该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以及自己的底线应该要画在哪里。所以呢，其实你们本身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也是这种美丽又带刺的存在，很想要接近你们，但又害怕接近你之后你的光芒太耀眼，或是说
你很吸引人，但是在跟你接触的过程呢，也许会被你的一些光芒所灼伤。然后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小心身边当中的一些诱惑，拿着这种美好的合约或是甜头来接近你们的人，这个也是千万要小心。这个是宇宙给第一组朋友升级之后、翻身之后的一个祝福跟提醒。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想要更快的加速好运显化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在灵性的世界中一起学习成长。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一起看一下一件即将改变大家现况的好事要发生了。那会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首先我来看一下验证牌，验证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况看一下这是不是属于你们的牌哦。好，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张牌的这个画面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呢？我觉得你们其实骨子里面非常的有叛逆的因子，你们非常追求精神自由，你们对于生活的美感、人生的方向，甚至对于很多事物的直觉都跟身边的人很不一样。我觉得你们很像是天生就应该在舞台上跳舞的精灵哦，但是生活现实环境的各种责任、工作、家庭，或是说你要照顾你的家人或是别人的期待，可能呢一层一层的把你捆绑住，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你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哦。你每一天按部就班做着该做的事情，或是应付着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哦，但你的灵魂其实有一点不甘心，你不甘心你一生就只能这样一成不变。其实你的脑袋里面总是有源源不绝的新的想法，但是每一次看着现实，你好像又必须要把那种渴望压下去。其实呢，你们是那一种在人群中自然而然就会发光的人，这个是你本来的能量。你讲话有自己的节奏，做事有自己的风格。其实你们的内在是一个想要自由的灵魂，是一种洒脱的能量。好像什么事情都困不住你哦，就连难过的时候你也能笑笑的走过去。你们的直觉跟感知能力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到达了某一个顶峰哦。你们会就是发现自己很敏感，去到某一些磁场不对的地方哦，你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说在深夜里其实你的脑海中会有很多的画面，你对于精神层面心理学、命理或是一些内在疗愈的东西产生了很多的兴趣。这组朋友，我觉得你内心的那个冒险家已经醒过来了，没有办法再压抑了，就是你要去呈现你本来的这个样貌哦。你身上那股想要打破框架、想要去探索未知世界的能量，其实就像这张图中巨大的光芒一样，真的是藏也藏不住了。而且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你心里的那道光其实已经帮你指明了一个方向哦。好，那同时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人生在过去可能常常出现一种就是差一点点的状态，很多事情都是差一点点，差一点就交往成功，差一点就得到机会，差一点就可以搬到想去的地方，差一点就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哦。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人生很多重要的转折点怎么都停留在最后一步，你觉得好像命运在跟你开玩笑，让这个机会从眼前经过，你就只能默默的看着它离开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命运是不是在捉弄我，总是在最接近的时候把我想要的好东西或是这种想要的人把它拿走。那其实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还有一个能量，你们好像比别人更容易看见自己的缺点。如果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你表面上是好笑着接受，可是你内心会想说如果他知道真正的我其
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呢？所以其实你得到快乐的时间很短暂，因为你们总是能够在下一秒钟去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别人看到的是你完成的成果跟成绩，可是你自己看到的只是你还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两张牌啊，有点像是你们会幻想说，如果自己现在在某个地方，在平行时空的自己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可能就是在过去某一个微小的这种选择当中，慢慢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如果当初拿到了那个机会，我说如果当初做出那个选择，在平行时空的你会过着更自由、更理想的生活吗？或是有更丰盛的收入？如果当初做另外一个选择，现在会不会完全不同呢？我觉得其实你们会去想这样子的事情哦。那即使现实让你失望过很多次，我觉得你心里仍然是期待未来的。然后最近你们的能量比较像是坐下来等待，而不是往前冲刺哦。你们有点像是再去思考关于未来，然后也感觉有一点累了，所以呢，有一种比较休息跟等待的状态。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两张牌啊有7-8成以上符合你们的能量的话，我们就赶快继续听下去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咯，什么样子改变大家人生的好事要发生了？首先是塔罗牌的部分。好，权杖8哦，命运按下这个快转键。好，这一张牌呢，画面上8根权杖带着七彩的光芒，它像流星雨一样在天空中用极快的速度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要发生的这件事情，它并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呢，你们的灵魂要跨入一条全新的时间线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事情当它压抑紧绷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其实那个旧的消耗的能量也走到了尽头。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在这个冰冷的这个礁石上等待了够久，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几周之内啊，命运就会用一种又快又准的这种外部的事件，强行的帮你切断旧的纠缠哦。具体而言呢，有可能显化在你们的职场跟事业上。比如说，如果你之前在工作上常常遇到那种明明不是你的事情，却因为你的能力好，你比较懂事，最后全部都塞给你做。那现在呢，你的合作团队或是你的这种上司主管啊，接下来会迎来一波人事上的结构或是调整。那个最爱甩锅、最爱消耗你能量的人哦，那个旧的体制啊，会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外部原因离开了你的核心生活圈，所以那些鸟事一夕之间就被清空了。还有如果你们之前有这种拖了很久的合约，或者是资金被卡住的款项，或是迟没有办法完成这种签约啊，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对方会主动的联络你，然后会以一种不再刁难的姿态，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流程走完哦。这些七彩的权杖代表说，如果你过去被这种各方人马打乱的这个生活节奏，现在一切都要被理顺了，你要拿回主导权。好事情的发生会让你的日常运作变得很顺畅，因为我们不需要再花时间应付那些消耗你的流程跟人事物了。好，所以大家可以松一口气。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一样是权杖牌，我们拿到的是权杖1这张牌也是强烈的主导权延续前面一张牌啊。好，接下来呢，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好事情，它是一个实质的，可以让大家建立起强大安全感的这种物质的新起点。大家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在黑暗中升起一根很巨大的这个金色的权杖，权杖的顶端呢，好像在燃烧着熊熊烈火，这个红色的圆的这个月亮很耀眼，很有爆发力，所以这张牌是绝对丰盛的王牌。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是，你们会开启一个完全由第二组朋友你主导，而且能够立即看到实际
收益的这个事业新的专案，或是独立的这种产权哦，就是一个你只要愿意做，就一定能够拿到钱的具体的机会。比如说呢，会遇到很有诚意的合作案，或是一个非常懂你价值的贵人，带着一个几乎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个职缺啊，或者提案啊，来跟你合作。那在这个合作案中，或是在这个连结中，在这个职缺中，最看重的可能就是你特别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你最特别的对于质感的坚持，或是你的一个专业的技术。那同时啊，你们会从一个被动赚薪水的状态，变成一个主动有现金流的一种底气的一种质变哦。也就是说啊，即将会有一笔实质的收入，在这个金额的分量上，它会是非常巨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让你在面对旧环境的委屈跟不公平的时候，你心里可以非常有底气的想说，大不了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干了。所以呢，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一个金额。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们过去之所以恐惧，之所以委屈是因为你觉得在物质、在情感上是没有退路的。但这件好事情进来之后，这个实打实的财富进来之后呢，会直接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它很像是紫微斗数的禄存跟化权同时入主你的财富宫哦，它带来了官，带来了财，它是一种哇，你可以一切由你做主的底气。所以改变现况之后呢，其实你们会从一种被动的配合世界，变成主动的掌控你接下来的人生哦。因为你的银行账户、你的资产，整个就是有了一个实打实的底气。你对于未来的焦虑，好，这种不安的感觉啊，全部都会被这个权杖一这一团烈火彻底的烧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女祭司的能量哦。女祭司呢，就在一张非常漂亮的这个充满繁花的椅子上，这个椅子是一个剪影哦，然后它本身散发着一种不怒而威的这种威严，生人勿近的感觉哦。好，这张牌呢在讲什么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情绪防护网，就像女祭司一样。其实女祭司的这种沉稳沉静，就是你最强大的一个防御哦。你们会突然开悟，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哦。你知道如何优雅还有冷酷的跟那些有毒的人事物划清界限。这组朋友啊，我觉得女祭司带来了一个智慧的高点。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句话是说不要让自己的心被外在的人事物困住，也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女祭司真是这样子的能量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感。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外在的波动所影响，很多事情来了你依然会面对，很多问题来了你依然会处理，但我们的心已经不再被他们牵着走了，因为我们像女祭司一样，我们相信自己，心安之处即是归途。你相信自己的判断，你相信自己的选择，当你不再被恐惧推着往前走的时候，你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这个也是女祭司送给大家最珍贵的礼物。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你的直觉会变得特别的敏锐哦。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隐约能够感觉到方向。那有些机会出现，你也会知道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还是其实是一个陷阱呢？我看见你们有一种来自内在的清明，你开始听见自己真正的声音，也可以开始看见那些过去被情绪掩盖的真相。当大家的心越安定的时候，整个运势会越来越顺，
因为你不再浪费时间在犹豫不决上，我们也不再消耗能量去讨好别人，不再为了不重要的人事物反复纠结。因此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贵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辨认出来，财富流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力把它抓下，把它留下。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人生开始不需要再这么用力，很多的答案也不需要到处的寻找，我们只要回归到我们的内心哦。女祭司她是非常有智慧的，她并不着急，她知道花开有时，花落有时，她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你们也会慢慢的进入到这样子的生命状态，看人越来越准，你的内耗越来越少，内心越来越平静。当外在在喧嚣、在慌张、在惊慌的时候，你们已经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你已经稳稳的站在自己的道路上。所以无论外在的世界怎么变化，你们都能够安守住自己的内心哦。你不需要去急着证明自己，也不需要急着去追赶任何人，因为你知道你是非常笃定的，属于你自己的，属于你应得的，自然而然会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力量牌。这一组的朋友啊，来看一下力量牌。这个人呢，他的头顶戴着一个火焰的皇冠哦，这代表说，其实你们本身独特的一个才华、能量、品味跟直觉，会受到有一种疯狂的认同或是认可。比如说，你会发现，你自己随口给出的一个建议就被别人惊呼，或是被别人很惊讶的说啊，这个就是完全是我所想要的。这组的朋友，其实你就会像力量牌这张牌的主角一样，做你自己，丰盛的资源自然而然会被你吸引过来哦。人最大的特权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这张牌啊，它其实是一个很从容的能量。这组的朋友，你只要安静的站在这里，感受到这个从容，就能够连接到力量牌最深层的智慧哦。真正的力量，它是驾驭，而不是用蛮力去征服。我觉得好事情发生之后，你们的人生会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它是一个境界的提升。你会发现，过去很多让你烦恼的事情，都失去了影响你的能力。别人的批评没有那么重要，别人的否定也没有那么可怕。也不需要为了一次的失败而否定自己哦，因为你开始知道自己是谁，也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活到这个阶段，它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因为你不需要再向外寻找答案，答案已经在你的心里。力量牌也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未来的你们会比现在更有影响力。有些人会主动的来请教你问题，或是把你的意见看得很重要。你说的这句话，或者给的这个建议，都可能成为别人做决定的一个关键。因为大家身上散发出来一种稳定的能量，这种能量是金钱买不到的，它来自于经历，它来自于智慧，它来自于你们一路以来累积的人生的体悟哦。所以呢，这一组朋友，我看见你们真正的魅力来自于你内心的稳定，因为这个稳定光是站在这里就会让人想要靠近。你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单纯，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真诚的人，很多的沟通也变得很顺利，很多的事情不需要再花费很大力去争取。当你专注的做好你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切会来到你的生命中哦。力量牌它用的不是蛮力，它用的是温柔。真正强大的人是不需要张牙舞爪的来处处的去表现跟证明自己哦。所以我看见你们接下来的人生也会长出这样子的力量，带着温柔前进，带着自信前进，带着笃定前进。好，再来看一下宇宙给大家的结尾祝福哦。好，好，第一张牌它其实是一个提醒哦，迷雾。宇宙想要提醒大家哦，在大好事来临的最初几天呢，它会是一个过渡期，
就是旧生活要结束了，新机会要进来了，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在这个交接期，你的生活可能会短暂的出现一场迷雾，就是短暂的迷茫的一个过程哦。因为改变的速度太快了，当你拿到新的机会，拿到这一大笔财富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开始感到恐慌，他们可能会用一些质疑的酸言酸语，或是用企图用这个情绪勒索的方式，把你拉回到过去的旧世界里面。也就是说啊，这个迷雾会出现在你们眼前，但是它只是一种旧能量消逝之前啊，他们在短暂的这个挣扎哦。所以当你感到混乱或是不确定的时候，不要去试图寻求这些人的认可，只要你稳住内心的这个中轴线，其实呢，这团迷雾在权杖8这个疾风之下，很快就会被吹得烟消云散。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在前进，但有时候会因为好像眼前的雾气太浓，看不见远方的风景，所以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说这条路到底对不对，这个机会到底能不能够把握，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值得拥有这份幸福哦。这组朋友不要害怕这样子的烦恼，代表说其实你已经离开了旧的世界。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改变，而是改变与改变之间的那个过渡期，那个空白的地带。这张迷雾牌出现，就代表的是这个空白的地带出现了，旧的生活在远去，新的生活在靠近，而我们的灵魂正在适应全新的频率，所以即使暂时看不清楚，也不代表前方是没有路的。所以请相信自己，继续往前，不要因为一时的迷茫就停下脚步，因为很多的答案都是在我们继续往前的过程中才会慢慢浮现的。好，接下来最后一张牌哦。当我们通过了迷雾的考验之后，哇，最后这张牌真的是美到让人想哭哦，顺风顺水。刚刚这艘迷雾中找不到方向的船现在已经彻底驶出阴霾了。哇，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像白鸽一样飞翔哦，在这个蔚蓝的大海里面远航。这个是宇宙要送给大家改变现况之后全新的人生版本，是一段安稳跟舒适的时期哦。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接下来我们的人生其实不需要再这么用力对抗，这么的逞强，这么的独自面对一切。过去的那些纠结已经彻底的结案了，过去的那些课题也已经功德圆满了，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顺理成章哦。我们会进入一个大好运的时期，吉星高照，山齐佳会，很多的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顺利，赚钱变容易了，身边的小人全部退散，我们会收获满满的物质跟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优雅的能量哦。接下来我们的人生很多的事情都会自动的到位，顺理成章哦。我们走到了一个大福运的时期哦，三齐佳会，吉星高照。你会发现赚钱变容易了，身边那些讨厌的小人也自己消失了，我们得到了无比的精神上的一个自由，而且我们赚的钱并不是那种很辛苦很灰头土脸的，而是非常轻松非常优雅的去迎接这一场丰盛。你会发现哇，原来人生真的有比较轻松的版本。这个轻松并不是说从此就没有挑战，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长出了驾驭挑战的能力哦。以前遇到问题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去想办法解决，现在很多的事情自然而然找到出口，或是你可以很轻松的迎刃而解。以前你可能觉得我们好像要逆风划船，要去努力，要去对抗，接下来呢，会有一种乘着风前进的感觉。该出现的人出现了，该到来的机会到了，该打开的门一扇一扇的也打开了。我们并不需要再苦苦的追赶，因为好运正在向我们靠近。我们进入到一个安稳跟舒适的时期哦。
这个安稳跟舒适，其实可能是很多人努力了一大半辈子在追寻的一个状态，就是内心平静，生活稳定，未来有方向，有一个期待，身边也有值得珍惜的人，每天醒来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努力，所以它是一种非常踏实、非常真实的幸福哦。有时候想要告诉你说，请不要怀疑自己哦。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过去所有的经历都没有白费，因为现在我们正在驶向一片很自由、辽阔、丰盛的海洋，所以我们趁有风的时候就乘风而行，很快的我们就会抵达属于自己丰盛的彼岸。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即将发生的一件事情，会改变大家的一个现况哦，是什么样子的好事情呢？首先呢，我们一样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看一下第三组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哦。好，首先呢，第一张牌哦，很有趣，它是一个观景窗。好，画面里啊有一个这个拱形的窗户哦。推开窗啊，我们看到外面有绿色的山峦、蓝天白云哦，还有这一轮巨大的这个橘色的一个太阳，所以整个画面其实是很和谐的。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外人的眼中啊，你们其实是一个就是擅长去协调或是沟通的人，也就是说你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出得体的话，或者是说你们其实是别人眼中那个能把事情协调得很好，或者是说能够带给别人阳光跟温暖的这个角色，或是你处理事情其实是比较明理的。但其实呢，这个是外面的人看到你的一个样子哦，别人以为透过这扇窗可以看见了你，但其实我觉得他们看到的好像只是你精心设计好的一个风景哦。对你来说啊，你好像用一个还不错的这个社交的技巧，把自己隔离在一个绝对安全，但是也绝对孤独的一个真空的空间里面。所以这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有点像是，其实你们是很会察言观色的人，从小就很会去观察别人说的话，然后背后有没有其他的意涵，或是其实小的时候啊，大人以为你没有在听，但其实他们的对话你都记得，就是谁跟谁感情不好，谁跟谁只是表面客气，谁讲话是真心的，谁只是讲场面话，其实你们都记得哦。所以呢，长大之后啊，你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啊，你很少立刻就掏心掏肺哦，你会先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期可能蛮久的，有些人可能3分钟啊，或是一下子就可以跟别人打成一片，但你们不是。我觉得你们要真的掏心，其实是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哦。你们要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才决定，要不要把对方放到你自己的生活中。这组朋友啊，还有一个验证的事情是，我觉得你人生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沟通或是聊天而得到的。比如说有人因为一句话，他说出来的一句话改变你的想法，或是身边有人介绍工作给你，有人带你进入新的领域，有人介绍投资机会给你，就是你们的人生啊，过去有一些转折点，重要的转折其实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互动或是聊天有关哦。有些朋友可能是某一个网络上的这种传讯，就造成你人生的好像很大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开启哦。那还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很喜欢跟风的人哦。当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停下来想说，真的有这么好吗？所以你们并不是那一种第一个冲出去的人，所以你们可能因此避开了不少地雷，或是避开了不少这种坑，就是别人吃过的亏啦。但同时另外一面就是你们容易想比较多，可能别人普通的一句话，你回家还在想，或是一封讯息，
你会重复看好几次，甚至如果被已读不回了的话，你们也会去想说是不是哪里之前的沟通哪里出了问题哦。所以这张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冲动派，你们是习惯分析的，你们在做决定之前都会先收集资讯，先查资料，先比较，因为你们并不喜欢做了决定之后又后悔的那种感觉。好，第二张牌哦，哇，好，这张牌勇气，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很特别哦。这张牌很少出现在就是一个比如说比较不愿意去尝试的人身上，所以你们今天拿到这张牌的能量代表说其实当你想过了之后，当你分析过了之后，你就会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哦。有些事情是别人不敢做的，有些事情是跳脱舒适圈的，重新开始一件事情，搬家、换跑道、创业，只要你自己想过了、分析过了之后，即使其他人不相信你，自己还是会很相信自己的决定。很多人如果认识现在的你，会觉得你好像很勇敢，但其实你自己会觉得每一次跨出去就是要突破舒适圈的那一刻，其实你当下还是害怕的，还是恐惧的，只是你没有让恐惧替你做决定哦。还有这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人生哦，其实一直都有多彩多姿的变化的能量，你常常会在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哦。你愿意给自己新的机会，你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面向哦。你们可能不一定从小是班上最聪明的人，可能也不一定是那个别人说运气最好的人，但是最后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好运都会被你拿到。为什么？我觉得你们愿意尝试，多方尝试，而且就算失败了，你愿意给自己再多一次机会哦。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脑袋中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们愿意做，也就是说到现在而言呢，你们可能已经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所以这张牌出现代表说，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加有韧性。很多事情啊，以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以前觉得怎么跨也跨不过去，但是现在回头看，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小段而已。好，这个是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能量。那如果你觉得有 70% 以上验证到你们的话呢，这是属于你们的牌哦。那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解牌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是塔罗牌的节制牌。好，即将发生的好事情，改变人生现况的好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关于能量重组的好事情哦。大家宇宙要把你们放到对的位置。我们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女生啊，她是赤裸着上身，然后盘腿而坐，双手呢捧着这个波，各捧一个金色的波。好，那在这两个金色的波当中流动的是一个完美的平衡的能量，代表说其实好，这张牌一出现你们过去生命中所有这种混乱的状况，会在这张牌的能量下一次全部都归位。比如说过去你可能觉得哇自己好忙哦，我要顾生活、顾事业、顾理想，还要照顾可能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小孩，你努力维持平衡，然后要兼顾很多的事情。而即将发生的这个好事情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一个很棒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过去所有的经验、经历、你的才华、你的人格特质，所有东西都可以串联起来的某一个项目，某一个你可以发挥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活结构的重新洗牌。洗牌之后呢，这个方向是有利于你们的。然后很神奇的是，就是刚刚说过嘛，过去所有学会的知识、技能学习到的这些方法累积的资源甚至一些你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的东西，全部都会在这一刻融会贯通哦。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活得很顺遂，会活得非常的这种通畅，然后呢，你的生活会慢慢进入到一个很舒服的节奏，
很多的事情啊会开始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哦。那还有一些事情它是在背后酝酿的，比如说其实有些人正在为你做一些安排，有些人正在考虑你，有件事情在背后慢慢的形成哦。这个当下好，其实也有一些事情是还没有成型，可是已经在酝酿了。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的改变啊，他可能会从一个小的决定开始，一次见面，一个通话，一封讯息，一个信件或是一个邀请，这些都可能会让事情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有可能你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最后呢却获得这个长期的获利跟机会。那它带来的是一个越来越顺的能量哦。比如说以前要花很多事情很多时间去处理的事情，现在呢就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了。以前呢一直找不到方法，找不到解方，现在突然想通了。你会觉得生活对你而言呢，不再只是很多的考验，而是一场你可以去体验，你可以去游玩的这种游乐园的感觉。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权杖四，哇，这一张牌很漂亮哦。权杖四呢是很纯粹的这个庆祝跟丰收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四根巨大的权杖，哇，下方呢是一条笔直的宽阔的延伸出去的康庄大道，给大家走的康庄大道。所以这个好事真的是披面而来哦。你们会迎来一个可以去庆祝或是可以去举办什么样子的庆典的这种里程碑哦。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具有阶段性胜利的事件会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筹备已久的计划大获成功，或者是一个让你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跟地位提升的一个事情实现了，或是说你之前投入的这个事业品牌获得了大众的一个认可，或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回响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要敢于去走这一条康庄大道，敢于去庆祝，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是低调的时刻，你们要站上舞台，你们要去接收所有人的掌声哦。还有就是你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接下来我看见的画面它是非常热闹的。你身边呢有人在恭喜你，也有人开始羡慕你所有的一切。你们迎来的这种好运跟开心绝对不是低调的，只有你知道，而是你身边的人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这个人不一样了，生活的质量跟品质还有整个人都有了飞跃性的一个跳升哦。有些人可能会迎来工作上的好消息，升迁录取加薪，或者说你之前申请的这种想要去调职或是外派的这个机会啊通过了，或是有一些新的合作正式开始。那有一些人的生活会迎来很惊喜的改变，我们搬到了新的地方，买房买车，或是一直想完成的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也有人可能会迎来家庭中的喜事，订婚结婚，迎接新的生命，或者说一直以来家里悬而未决的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这些呢都会让第三组的朋友觉得，哇，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幸福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件好事的发生啊，不只是改变大家的生活，也会改变你每一天接触的人。我看见你们身边的圈子啊如果之前不是太好的话，现在也有一个洗牌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会认识价值观相近的人，大家愿意分享资源，分享机会，互相的拉着彼此前进。以前你可能都很多事情要自己想办法，自己去查资料，现在会有人主动的伸出手，或是分享资讯，替你打开了新的大门哦。所以这组的朋友如果有聚会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参加，可能呢就在那场聚会跟活动你会认识对你来说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好，那这张牌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呢？我觉得就是在好事情发生之后，你们终于愿意好好的犒赏自己，或是庆祝了，可能是一场旅行，一顿大餐，或是期待很久的假期，或是说你自己给自己准备的这种小礼物小惊喜。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开始
这种稳定的上升，来到了一个稳定的上升期，你们会开始重新的对未来燃起希望，或是对于未来有更加的美好的确信。可能你以前在规划事情总是会担心很多的变数，所以你在心里会留一些退路，但接下来我觉得你开始越来越放心安排半年后1年后的计划，因为你知道眼前的这条路已经越走越清楚，你不需要一直回头确认到底有没有选错路。那另外啊，小部分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开始收到这种邀请、邀约函，邀请你加入团队，邀请你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邀请你一起分享成功哦。那你们身边的这种家人或是跟你很重要的人，他们的成功也会带动你的能量哦。那这些邀请也是一个就是重要的讯息啊，可能成为大家未来的一个转折点。很多的新的这种故事啊，可能就从一个这样子小的邀约开始。所以呢，这张牌它的能量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好运，它是一个终于安定下来、开心的庆祝的感觉哦。好，那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好，下一张牌是圣杯八。圣杯八的话，我看到大家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哦。这个决定看起来像是离开，但其实是在迎接一个更大的世界。好，这一张牌呢，是因为大家终于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前面2张牌啊，让大家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会去做出一个你以前可能一直想要做，但没有去做出的决定，或者你一直想要去执行，但当时没有顺利完成，或是怎么样就是终止的一个想法跟计划哦。那你现在去做了，有些人会离开一份可能待了蛮久的工作，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讨厌那份工作，我觉得更像是你心里很清楚说，其实你已经走到了下一个阶段，你期待下一个阶段会有新的事情发生。那你会发现，当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并没有很犹豫，反而是很自然的点头答应了，因为你的内心早就期待这样子的机会出现。好，又一些人，你可能会离开一段已经不是那么适合自己的关系，这段关系可能是爱情，可能是这种友谊，或是某一些合作的对象，甚至是一个一直消耗你的环境哦。你以前可能会说，好，我再想想，再等等看，也许事情会好转，也许对方会改变，但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突然的想通一些事情，有些路走到这里，或者说有些关系走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束。当你放开手的那一刻，你会没有很难过，而是一种哇很轻松的感觉。还有看到一个画面是第3组的朋友，很多的你们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有人开始整理家里，整理工作，整理人际关系，在整理的过程中啊，也慢慢的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放掉，然后每清理一样东西，我觉得每丢掉一样东西，你就会有一种轻松感。很多的朋友，你会发现你把旧的东西放下之后，你的人生会有更大的更多的空间，新的故事才有机会真正的开始。好，那这一张牌还有一个远行的能量哦，离开熟悉环境的能量，出国、搬家、换城市，或是那种出差什么的，就是某一个离开熟悉环境的这种旅途路程啊，让你重新看见自己的未来。我觉得它不像是一场普通的旅行，更像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你们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很多的地方都不一样了，原本很在意的事情也变得没有那么困扰了。还有一个讯息很强烈，就是当你们前面有说到你们会开始整理嘛，整理完之后啊，你会开始珍惜自己的时间，你开始珍惜自己的时间之后，你会想要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跟事，所以整个生活啊，我觉得是越来越往你喜欢的方向去变化。还有我感觉到这张牌它讲的是一种成熟，因为啊，这组朋友人生走到这个阶段，你其实
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上其实你眼前会有很多的门，很多的路，很多的机会，但我们并不是每一扇门都要去推开，也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认识，也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值得留下。有些离开其实是在替未来更好的相遇去留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清理过后的你们会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自己，也会越来越享受现在的生活。好，圣杯五。好，我看到有一件事情你曾经很在意，很遗憾，这件事情要迎来新的结局咯。也就是说，当新的结局、新的幸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过去的一些失去或是断点，其实是命运一个很好的安排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圣杯八嘛，这张牌它是一个就是开悟的能量，它是一个让你变富有的一个能量。那接下来呢，这个圣杯五啊，它的画面这个画风啊，有一个女生她穿着华丽的这种黑色长裙坐在沙滩上，那地上呢有2个倒了的杯子，但是还有3个杯子是站得好好的。这张牌想要告诉你啊，其实过去那些中途离开你的人事物，让你感觉到失望遗憾的人事物啊，在新的时间线里面你会用一种豁然开朗的视角去看待过去曾经的失败或是错过。命运之所以让你漏掉可能这2个倒掉的杯子，是他想要把更好的、更纯粹的、真正的属于你的终极大奖留给你。所以新生活、新时间线的大家，你们的眼界会彻底的被打开哦。你们不会再有匮乏感，因为你知道宇宙留给你的其实就是最好的。这张牌代表说故事要翻篇了。你们可能有勇气或是有能力去回头去看、去回想、去谈论那一些曾经你羞于启齿的，曾经你放不下的，曾经你觉得很难过、过不去的人生的坎。好，这些事情它没有消失，可是它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影响你了。还有我一直看到一个画面哦，就是有一件事情你曾经觉得很可惜，一个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或是一段关系没有走到最后，一个这个差一点点就成功的，比如说工作机会，差1-2分就可能可以录取的某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或是这种资格。你以前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当初不要差那么一点点，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好，可是接下来你们会遇到一件新的事情，它让你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哦。有人会送来一份新的机会，而且它的条件比以前更好，所以你会发现命运并不是把好东西拿走，而是在替你保留更适合你的安排。有的人会认识这种新的对象，有的人会开启新的故事。当新的故事、新的人生篇章开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以前那个很在乎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只是人生的一个小节点。没有那个节点，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自己，也不会遇见现在身边的这个人，或是接到这个机会。还有一个特别的画面是给少部分的朋友哦。第3组当中有一些人，你们会重新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可能会重新的遇见一个曾经认识的人，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是终于遇见一个以前就有在聊天，但可能没有真正的认识，或是真正的见面的这样子的人。好，你遇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心境跟过去不大一样了。你以前可能很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或者很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想，可是呢，当你们真的相遇或是再次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你反而没有那么执着了，就是有一种可以释怀的能量，然后这个故事也有机会用一种新的篇章去开启，就是2个人
的这种关系并不是旧的能量延续，而是两个人都蜕变之后，心境都不同了，开启的一种谈话。好，那关于整理啊，这边再补充一下，很多人会整理旧的东西嘛，整理房间啊，甚至一些档案啊，甚至有些人会去删掉一些联络人，退掉一些不需要的群组。我觉得这个实际的动作啊，其实是代表说大家其实你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新的生活了，你们真的已经不会想要再一直回头看了，因为以前可能你会走一步就想要往回头去确认说自己对不对，有没有选错路，可是接下来你们真的就是会一直往前走，因为前面的风景真的太精彩了，目不暇接，你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一直去停留在过去。好，甚至我觉得当你回头看，你会感谢那一些没有得到是错过的人事物，因为呢他们把你带到了现在的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2张祝福的提醒。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其实想告诉大家哇，我们要迎接属于我们的大航海时代了。这个黄金色的天空啊，有成群的鸟在飞翔，下面是湛蓝的海水。这张牌啊，其实偷偷的在对大家眨眼睛，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能量这张牌想要跟大家讲你的生活，听到这支影片开始啊，你的生活会开始出现很多奇妙的小预兆，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灵感，你无意之间听到的、看到的一句话，会是一些重复出现的这种天使数字，或是有人突然联络你，这些讯息啊，都是飞鸟在提醒你一个全新的丰盛的大陆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要调整好状态，保持高能量，兴高采烈的去迎接即将撞进你生命的这个大幸运。这一张牌很美它要的意思是说，在陆地来临之前，你要已经知道了方向，也就是说你的人生啊，离丰盛啊就差一点点，很多你期待的改变真的没有那么遥远，它真的就在慢慢的靠近你，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出现在眼前那这张牌给我的画面是很像是第三组的朋友，你可能一个人就是在海上开着一艘船航行了很久，四周都是海，你就是看不到终点，所以你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但是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天空突然出现了一群飞鸟。对航海的人来说，只要看见鸟就知道说其实我离陆地已经不远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组朋友你们现在的能量很多的小小的征兆会出现了，你可能会一直看到相同的讯息，相同的机会，你当下觉得这只是巧合，可是你过一阵子回头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命运在提醒你，我们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看到接下来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信心会越来越稳定，你会开始相信自己的选择，你也相信时间会把答案带到你的面前很多的改变看起来很小，可是它会影响你接下来很多年的一个运势。有的时候一个观念通了，做的决定就完全不一样。我看见你们观念通了之后，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更加的有力量。还有这张牌有一个很棒的祝福很多的人，你们其实很希望快点翻身，快点改变生活，但命运想要给你们的，它并不是一次短暂的幸运，它是一条可以走很久很久的路。接下来呢，你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你会开始期待明天有什么样子的好事情发生所以呢，给第三组的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有这种新的旅行、新的学习机会、新的这种邀请都很值得去把握跟留意因为你们的人生正在往新的方向前进，很多的重要的相遇都在你愿意走出去、踏出去，或是接触这个新的学习之后，才会就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的扩散出去。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人会改变你的人生，但其实命运已经在
开始替大家安排了，而且真正的好运啊，它很像是在最后一段路开始要加速运转给你了。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小征兆、小改变，这些都只是开始哦，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哦，哇，这张牌直截了当的跟大家讲物质的丰收。这个是海盗的宝藏，带来的是一个惊人的这个财富的暴击的能量哦。画面中啊是一个哇塞的爆炸的这个藏宝箱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宝石、金币、璀璨的珍珠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直白跟粗暴的祝福。我们会迎来物质跟精神上双重的大暴富、富有的一个能量。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在精神上富有、有底气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容易了很多。比如说你想要吃什么，你想要去哪里旅行，或是你想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你是用金钱可以去处理、可以去解决的。那我觉得这个好事情啊，就像海盗在荒岛挖到一个终极宝藏一样，它是一个充满命运恩宠的礼物。过去你所有的累积以及你独一无二的才华，会在现在转化成实打实的成果跟财富。宇宙想要跟你说，这些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所以请你大方的去接受。这个绝对是可以改变大家人生现况的一个超级大礼哦。里面的东西会让你非常的有余裕，然后我还看见一个很温暖的画面哦，你们会有能力，就是你丰盛了之后，你有能力去分享自己的丰盛，可能是请家人吃饭，带父母去旅行，替孩子完成一个心愿，甚至是把你的这个金钱去影响更多的人，或是支持你认同的这个团体等等的。你们不用斤斤计较的去过生活，就是一切都是很安心的感觉。很多的时候啊，你以前可能觉得哇，我要买这个东西要存钱存很久，现在不一样了，买这个东西呢，就像买一包卫生纸这么的简单哦。你收到这个宇宙给你们丰盛的礼物之后，要好好的享受，不用再一直往下一个目标冲了，你可以好好的享受，然后好好的想说，这个金钱的能量我要怎么样子去运用。好，接下来啊，未来的半年到1年内还有不少新的选择会出现在眼前哦。那这张牌也提醒大家有些机会呢看起来很吸引人，那也有人可能会画一个很大的饼给你，大家千万要记住，好，你的宝藏已经拥有了，你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较，或是不需要再去为了你可能用不到的金钱去踏进一个陷阱，或是承担不必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呢，第三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抽到这张牌真的是走到了一个可以收获的时间点。命运没有忘记你们曾经熬过的低谷，做过的选择都会在接下来慢慢的开花结果。你会惊讶的发现，慢慢的你已经站在一个你以前可能会很向往的一个位置上，你已经成为你很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接下来呢，第三组请带着期待去迎接未来哦。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好事都是宇宙要送给你的一个礼物，他们都不是偶然。然后我觉得我们拥有的不只是财富更多的是我觉得内心温暖的一个连结，还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你们会越来越喜欢你们的人生。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想要更快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我们可以在这个灵性的天地中一起成长学习。下期影片见咯，拜拜。